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唐诗佑是某私立医院的心理咨询师，望一眼坐他对面男人的神色，眉头一蹙的冷冷地说：张先生，你是要我陪你家老板睡觉吗？当他什么人了？真是可恨又可笑。唐医生，不是陪睡，就是辅导改善老板睡眠。你们俩各睡各的房间，为期1个月，事成之后您可以得到。唐诗佑直接打断他的话，随后把门打开，请吧，张先生。本来还有些打盹，现在的他气得只想挠人。现在的人越来越奇葩，让他一个心理咨询师做居家保姆的活，是不是故意逗他呀？等一下，唐医生。张秘书将一份合同递给他，唐诗佑只是瞟一眼，就脸色微变几分。张秘书，你先坐下，容我再考虑一下，毕竟能帮助病人，是我当医生的使命。光奖金就是20万，就能把他房贷清还了。唐诗佑觉得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他也要闯一闯了。我同意了。他扯动嘴笑着说。张秘书把地址发给他，就要起身离开，但还是不放心的多嘴一句：唐医生，江总是个古怪的人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，不然他很有可能气哭你。放心好了，我是学心理学的，揣摩男人的心思我最擅长。张秘书，偷偷地告诉你一声，我可是本市散打比赛的铜牌得主，一般的男人我可不惧的。张秘书终于满意地离开了。独栋别墅楼前，唐诗佑从车上取下行李箱，望一眼山清水秀的好环境，就知道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个懂情调的人。只是懂得情调却不懂养生，把自己搞得整夜都失眠，那就有点忒惨了。江总，我是唐诗佑，负责给你治疗失眠的唐医生。按下门铃后，他朝着对讲机说明来意。我来接你。江衍辰一听他来了，急步就下楼，打开门挤出一丝笑。唐医生，里边请吧。唐医生。江衍辰，你把女医生接到家里来，是想跟我示威吗？一个穿居家服的女孩站在他们不远处，一脸狐疑地打量着唐诗佑，眼神里尽是抵触。唐诗佑直觉不妙，想要退出别墅，却被他拉着手直接上3楼的书房，关门上锁，才长吁一口气，请坐吧，唐医生。江总，你的秘书没跟您说，我对散打十分有研究，但对当3并没有兴趣。他淡笑着望一眼他。江衍辰微皱眉头，才不得不道出实情。刚才的女孩是我的前女友，但也是我爸妈选的结婚对象。你不是学心理的吗？帮我赶走这个宋云淼，除了合同里的20万，我个人多付你10万。唐医生，我并没有恶意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见他如此真诚，唐诗佑微顿几秒后，就凑近他低语地说：江总，我有一个计划，咱们可以先让他知难而退，若是还不行，我有第2计划。唐医生，你还真是古灵精怪，佩服。江衍辰一丝坏笑地朝他竖起大拇指，唐诗佑也不吝啬地笑笑。江总，那我今晚睡哪个屋？你住宋云淼的隔壁，我送你过去。到了2楼，宋云淼靠在门框上，打量着他们俩，一脸笑地说：唐医生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宋小姐，明早我跟江总一起跑步，你要一起吗？不要。
宋云淼最讨厌浑身汗臭味，一想到跑步时衣服粘在身上，他就一个劲地皱眉头，耸耸肩地转身回屋了。这是关于他的喜恶，你先了解一下。唐医生，我的终身幸福就拜托你了。江衍臣见他点头，才一脸满意地转身上楼。他是江氏家族的第3代继承人，一出生就拥有泼天的财富，最近刚继承家族公司的董事一职，人生不要太顺风顺水，但唯一令他烦恼的就是必须接受家里安排的婚姻，除非宋云淼主动放弃联姻，不然他只能被动的接受，这就是富家子弟的悲哀吧。所以才有了唐诗佑的用武之地。他打量一番客房，十足的少女心的装扮，看来江衍臣是费了一番心思，只是让他和前女友住一墙之隔，真的好吗？唐诗佑不自觉的后背一凉，仿佛有双无形的眼睛一直在暗处直勾勾地盯着他，感觉危机四伏啊。若不是为了那高额的报酬，他真想现下就逃跑了。但转念又一想，都说富贵险中求，他若是做成这一单，也算是利人利己的好事，就再也没有想逃走的念头了。第2天的清晨，窗外鸟叽叽喳喳地叫着，坐在餐厅里的3个人正在悠闲地吃着早饭，好一副岁月静好的场景。宋云淼没脸看得轻咳一声，你，还有你，你们能矜持一点，回屋里再腻歪不行吗？你吃醋了？江衍臣笑着问，还不忘给唐诗佑擦一下嘴角，宠溺的举动让宋云淼一阵的起鸡皮疙瘩。江衍臣，你这是白费功夫，咱俩都知道这是一场家族联姻，听话照做，各玩各的，我没有任何意见啊。他无语地摊摊手。宋云淼也不喜欢被安排的婚姻，但是他没有喜欢的男人，现在接受江衍臣便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咱俩试着交往过，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宋云淼，你真愿意瞅我一辈子？江衍臣低声逼问着他。我愿意。他笑嘻嘻地将一块面包塞进嘴里，还不忘朝唐诗佑眨眨眼，最喜欢看他俩吃瘪的样子了，好玩又有趣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唐诗佑可不想被伤及无辜，他脚底抹油的先溜了。回到房间后，才不禁在心里嘀咕，这2人在闹着玩呢，做一对欢喜冤家也不错，他是不是该试着促成他们呢？书房里，江衍臣看他进来，就冷着一张脸。唐医生，你不是学心理学的吗？怎么把事情搞得如此被动？他端起酒杯，猛灌一大口红酒，一大早酗酒，指定是被某人气疯了。江总，你消消气，我觉着吧，咱们应该从长计议。继续。江衍臣眉头一挑，朝他勾勾手。唐诗佑听话地坐他对面了，思量好一会儿，才又说道：江总，我问一个冒昧的问题，可以吗？他笑着摇摇头。唐医生，我倒是想到一件更重要的事，你是一个心理咨询师，我很想看一眼你的能力，比如取悦男人。话落，唐诗佑朝他温柔地笑笑，继而起身向他走去。2人近在咫尺时，他用指尖挑高了他的下巴，在耳边轻吹一口热气，才慢悠悠地说：江总，你不用质疑我的专业能力，我想你的助理秘书都已经查我一个底朝天了吧？还有一点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我很不喜欢被怀疑的感觉。假装爱上我。江衍臣嗓子沙哑地说。唐诗佑把身子往后靠在桌子上，
笑意正浓地望着他，我会让自己很爱你的。为我们合作愉快，干一杯。江衍臣举起酒杯，而唐诗佑也笑着跟他碰杯。正在两人笑意正浓的时候，门执拗一声被推开了，宋云淼笑着走进来，手里端着一个果盘，要庆祝怎么少得了果盘。二位继续密谋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不过你俩刚才耳鬓厮磨的时候，我还真就以为他们是情侣了呢，不好意思，实在没忍住笑意。宋云淼轻笑着优雅地离开。江衍臣冷眼扫一下唐诗佑，唐医生，你要是再拿不出专业的方案，就等着卷铺盖滚蛋了。现在立刻马上出去，给我1晚时间，相信我。唐诗佑满脸堆笑的溜出书房了。在凌晨2点的时候，他才将电脑关机，慵懒地伸一下懒腰，终于做好完美的计划方案，也可以舒坦地睡一觉了。然而早晨7点时，唐诗佑就收到了江衍臣的电话，说是要一起晨跑。好不容易挣扎着爬起床，他睡眼朦胧地走出别墅，就看着他们并排站在那里，3个人的晨跑，他只觉得会意外的精彩，整个人瞬间就被精神了。你不是不喜欢晨跑，宋小姐？他笑着问。宋云淼用手轻撩一下他的脸颊，唐医生，你的脸蛋好有肉感，而且顶着一张素颜脸，依然美得惊为天上的仙女。你什么意思？唐诗佑直觉得某人的眼神都透着一股子算计，难不成他想贿赂自己？如果能收两边的钱，他一点也不介意。唐医生，我很欣赏你，不如你给我当家庭医生，我付你2倍的工资。我可以考虑一下，但现在咱们还是先跑步呗。唐诗佑不想答应太随意，最起码也要装一装，不然就会显得他太贪财了。突然好饿，陪我去吃饭。江衍臣扯着他的手，当着宋云淼的面，往街尽头的早餐铺去了。一坐下来，他就开始兴师问罪，唐医生，你这是想造反，还是想大小通吃？江总，我做你的心理辅导师，跟做宋小姐的专职医生，两者没有冲突啊。他一脸无辜地说。继续编。江衍臣冷厉地盯着他，就想知道还能整啥幺蛾子。我先假意敷衍宋小姐，得到她的深度信任后，就知道如何治标治本了。而我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您说这样成吗？唐诗佑紧张地说。他为了挣2份收入，可谓是费尽心思了，果然没有哪一分钱是容易挣的。那你今早给我的方案，可有合适的人选了？我正在努力找能让宋小姐看得上眼的优质男人，江总，只不过这经费方面，他有些为难地搓搓手。江衍臣用筷子轻拍他的手背，一脸冷厉地说，拿发票找我报销，只要是能办成，其他事都好说，反之唐诗佑你就等着被投诉吧。下个月私立医院就发上半年的奖金，如果有客户投诉，先扣除50%的奖金，如果客户不能撤诉，那他就只剩哭的份了。唐诗佑迎上他奸诈的目光，冷哼一声，江总，你果然够狠。不过我们签的合同是帮助提高你睡眠质量，而非帮你赶走前女友。就算我最后做不到，你也不能拿这事投诉，医院是不会冤枉一个好医生的。你们院长是我大学同学，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？你公报私仇？唐诗佑瞪着水汪汪大眼质问着他。我只是想速战速决，
毕竟公司一堆事等着我处理，如果解决不了，我深受其害，自然不会让旁人舒服了。他是商人而非慈善家，只要能解决问题，再多钱都不是问题，但相反，他就只能吝啬了。江总，我已经有3个人的具体资料，您看一眼。唐诗佑压住心里的火气，嘿嘿笑着把资料发给他了。不错，这样的工作效率我喜欢。想吃什么早饭？我请客。我想吃牛肉小笼包，还有豆腐脑。闻着香味进来的宋云淼笑呵呵地坐他们身边了，还时不时朝唐诗佑抛个媚眼，就让他很有压力感。宋云淼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够用？我身边的医生你也要抢？他一脸冷漠的质问。假装生气，果然让他嘴角微扬了。江衍辰，一个好的医生，谁都想占为己有，好吧？而且我们宋家有的是钱，我觉得唐医生会有自己的决定，你就不用在这瞎叨叨，显得自己就很没风度。随便你们闹吧。他低下头，专注地看自己手机，处理公司的一些事务，心里却在窃喜，某人终于上钩了。傍晚，宋云淼的房间里，茶几上摆满了各种的美食，还有2瓶好酒。见状，唐诗佑一脸担忧地问：宋小姐，你不会是想把我灌醉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就是心里郁闷，想让你陪我喝一杯。唐医生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或者谈过某一个男友，让你至今都忘不掉的吗？有，在高中的时候，我暗恋一个学长，本想毕业的时候跟他表白的，结果，唐诗佑想到过往，就尴尬的脸色一变，就更勾起宋云淼的好奇心了。说嘛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唐诗佑憨憨的一笑，宋小姐，不如你先说一个秘密，我们共同分享好吗？好啊，一杯红酒一个秘密，玩不玩？宋云淼笑着问。唐诗佑一口干了杯里的红酒，朝他勾了勾手。我追过江衍辰，但他拒绝我了。说完，宋云淼痛快的也一口干了。青梅竹马的2个人，分分合合，最后能不能走到一起，还真不好说。我空有一身窥探别人心里的本事，却从没有过男朋友。不过我从不后悔，因为在我心里，事业更重要。唐诗佑端起酒杯，笑呵呵的又给喝光了。我想谈一场浪漫的恋爱，最好是一个又帅又玉的小狼狗，嗷嗷招人稀罕。宋云淼也是痛快的喝了第2杯红酒，显然他还想知道唐诗佑的一个秘密。果然八卦是女人的通病。江衍辰这样的男人，我真想把他甩一次。唐诗佑低垂下头，发现宋云淼早已经睡着了，他帮着盖一个毯子，就轻柔地走出房间了。他刚站在客厅中央，就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朝他扑来，吓得唐诗佑没办法思考，直接扑进江衍辰的怀里，浑身止不住的瑟瑟发抖。下来，不要，我怕。唐诗佑双腿勾住他的窄腰，一双手狠狠地抱着脖子，死也不想下地了。一只猫而已，唐医生。江衍辰脸颊绯红，突来的亲昵举动也让他不自觉地燥热起来，喉结一紧，让他声音都变哑了。我就是怕猫啊，你把它赶走，不然我就赖在你身上了。他不讲道理地低吼着。唐诗佑小时候曾被猫挠过，所以一直心里有阴影。但眼前的猫，江衍辰养了3年，不能因为他一句不喜欢，就把人家给抛弃吧。抛弃小动物这样的坏事，
他可做不来，除非你帮他给我暖床，否则你们只能共处。唐诗又瞪他一眼后，硬着头皮赤脚落地了。银白色的猫眼看就要爬到脚边，他吓得急匆匆跑上楼梯，嘴里还嘴硬地说：“我突然不怕猫了，改天我带它去遛弯。”江衍臣不仅抿嘴一笑，还真是旱鸭子嘴硬，一点也不服输啊。不过执拗的小模样倒是与他的猫有些神似，既可爱又闹腾，还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感。某日傍晚的时候，唐诗又按照宋云淼的喜好，找来第一位相亲对象，一个又帅又玉的男生，叫周佑成。听说家里是做石油生意的，虽不及宋云淼家世好，但也差不了太多，很有可能被促成一对。这个一头紫毛的小子，你确定宋云淼会喜欢？江衍臣一边烤串，一边低声问一旁正在吃烤玉米的唐诗佑。完全按照宋小姐的喜好挑选的，是那种有脾气的小狼狗，还很粘人。江总，这次一定能成功。他一脸得意地啃着玉米，却被江衍臣白一眼：“老板干活你管着吃，心脏不觉得痛吗？”说完，他将手一插兜，慵懒地坐在他身后了。而唐诗又顶着一头汗，卖力地烤起了肉串、辣椒和各类丸子。此时的江衍臣悠哉的样子，像极了压榨劳动力的周扒皮，只是他眸子里的闪烁，就有点让人看不透了。本来灯火通明的院子，瞬间就漆黑一片。唐诗又本能地抱住了江衍臣，还不忘低声解释：“江总，我怕黑，你别误会呀。”“怕猫？怕黑？你不会也怕水吧？”他并没有推开他，而是玩味地问：“还真是，江总，你真是神机妙算，都能出门练摊了。”他这一刻就想竖大拇指拍一圈彩虹屁，谁料眼前顿时亮堂了。除了他俩，宋云淼和周佑成早没影子了。看来今晚这是办成了。唐诗又尴尬地想将腰上手扯开，江衍臣却攥得更紧了，一脸深意地盯着他：“唐医生，你这爱往人怀里扑的毛病，是被哪个男人惯的？”刚说完，他就眉头不悦地一皱了。“那个就是单纯的应激反应，江总，如有冒犯的话，您不要跟我计较啊。还有，江总，咱们这里还有不少的烤串，要怎么处理好啊？”“自然是吃了，浪费可耻，你不懂吗？”“哦，都听您的。”唐诗又吐吐舌头的跟在他身后坐下，完美的把话题扯开了。这个男人不靠谱。他还没吃几口，就收到了宋云淼的信息，给回了一个问号，就被江衍臣一把抢过手机，就看到新发来一条信息：“他丫的看上你了，唐医生，你不会按自己喜好找的男人吧？你喜欢刚才的紫毛？”江衍臣恼着脸将手机扔给他了，周身的气场都透着一股子寒冷刺骨，让唐诗又猛咽下口水，才陪笑地说：“江总，他眼光有问题，你不能怨我找的不合适吧？这个周佑成分明是有眼疾，我现在就敢保证，下一个绝对靠谱。你刚才还说他这是最流行的朦胧紫，能给人眼前一亮，一眼万年的即视感，现在又说他不靠谱了。唐医生，我都开始怀疑最不靠谱的人是你了。”江衍臣喝一大口红酒，笑盈盈地盯着他，如星辰般的眼神让唐诗又心跳如小鹿乱撞了。还有在月光下他的那份朦胧感，
更让他被一刹那的击中小心脏了。傻愣着干嘛？他猛地敲一下他额头，唐诗佑终于回神了，尴尬的一笑：江总，确实是我有眼无珠，没看清坏人的真容。不过你一定要再信我一回，下一次一定让他们一见钟情。江衍臣见他如此诚恳，才满意地掐一下他有肉的腮帮子，帮我给九王妃铲屎，顺便溜一下他。江总，哪有遛猫的？他苦哈哈地望着他。那就让他遛你。江衍臣在另一边脸掐一下，才慵懒地顺着楼梯上楼了。而唐诗又处在原地，摸一下脸的自言自语：不会把我当宠物了吧？真是该死！谁料他身后竟传来淡淡的声音：别往脸上贴金，七王妃比你可爱多了。江衍臣的话吓得他一个机灵的倒向身后，却被他稳稳地拖住腰了，又往我怀里钻。唐医生，你不会是故意的吧？唐诗佑并未急着从他怀里挣脱，而是踮着脚尖去抚摸他的薄唇，之后是好看的脖子，在发现某人脸色微红，肌肉紧绷的时候，才轻笑着要抽身了，却被他再次拉进怀里，低头就是霸道的一吻，惹得唐诗佑眼睛都不敢动了。我最不喜欢别人占上风。啊！唐诗佑还是傻愣在那里，而江衍臣一脸坏笑地朝他解释：别想着用你的专业来试探我，你的确长得还不错，但不至于让我心动。他见人走远了，才长吁一口气，自己就是开个玩笑，他至于这么激动吗？喜欢还不敢承认，他就不会这样。一提到这茬，唐诗佑脸颊瞬间绯红了，难道自己真喜欢江衍臣了？酒吧，宋云淼和唐诗佑刚从车里下来，就低声说：我是拿你当朋友，才带你叫我朋友，你可别对他动歪心思。你谈恋爱了？唐诗佑一脸的惊喜，他这些天还在担心要拿不到奖金了，打算着再过几天就安排最后一次相亲，行不行就在此一举，却被江衍臣给否定了，说他空有心理咨询师的名号，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还是安分点好。简直是天定的缘分，不过也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找的男人不靠谱，我也不能遇到一个肯为我动手的男人，你都猜不到他有多男人。一提这个男人，宋云淼都开始犯花痴了，一脸痴痴的神色，小女人味十足。那你既然谈恋爱了，让我陪着干嘛？我可不想当电灯泡。我不是想让你也沾沾喜气吗？唐医生，我不能提解除婚姻，怕被我爸妈给停了信用卡，但江衍臣不怕，他要是离开江家，至少是饿不死的，所以一切就拜托你了。啊，你不会让我勾搭他吧？真是冰雪聪明。宋云淼朝他抛个媚眼，就挽着他往酒吧里面走去了。我跟他不行的。唐诗佑边走边反驳地说：你好，我是淼淼的男朋友林君衡。唐诗佑淡然的一笑：我是宋小姐的家庭医生唐诗佑。突然觉得哪都有些诡异了。我去补个妆。宋云淼说着，拿一个粉饼就去洗手间了。唐医生，淼淼总说你是我跟他的媒人，我想请你做我们婚礼的见证人，你可愿意？林君衡低声问。好啊，我愿意。这么快就愿意了？江衍臣黑着脸从远走到近了，打量着他们，不由分手地将他拽进怀里了。跟我走。不行，我还要跟宋云淼说一声。话说一半，
他就被扛在肩上，在众人欢呼声中被他带出酒吧了。在车里，唐诗又望着专心开车的人儿，试探地开口：江总，你是不是有误会？瞒着我去相亲，是我看错了。他猛地在路边停稳车子，一脸冷意地盯着他。我就说有误会吧，江总，林先生是宋云淼的男朋友，我只是陪他去的而已。他紧张地解释。是吗？他猛地点点头。江衍臣挑高他的尖下巴，我可没见他人，就瞅你俩在卿卿我我。唐诗佑，我给你发工资是为了让你帮我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公费让你谈恋爱。唐医生就是这么不专业的吗？唐诗佑脸色一沉，江总，就算我去相亲，你生这么大气，不会是在吃醋吧？他就想将他一军，来破了这个死局。江衍臣猛地凑近过来，低头就是一吻。他越是挣扎，就越发被困得紧，直到快要窒息时，才被一阵铃声给惊扰到。他终于将人松开了。接电话呀！唐诗又哦了声，摁了接通键。喂，宋小姐，找我有事。我跟恒恒商量好了，要去海边玩，你跟江衍臣也一起呗。他轻笑着提议。不了，他不会想去的。他气恼的都咬破他唇角了，还一起去游玩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费用你出。成交。宋云淼笑着挂电话了。她一脸兴奋地朝男友脸颊啄一口。亲爱的，我这个青梅竹马终于动凡心了。你说他跟唐医生？林君衡狐疑地问。对呀，郎有情妾有意，多般配的一对儿。亲爱的，我都可以预见我们在巴厘岛举办婚礼的场景了，既美丽又浪漫，连空气都是冒着爱情的泡泡。他已经开始幻想美好了，但林君衡却有些为难地叹口气。淼淼，我这边恐怕有点麻烦，我爸妈这边想让咱俩奉子成婚。好啊。宋云淼搭上他的脖子，在耳边低喃地说，亲爱的，因为跟你生孩子，我才十分的愿意，但是你会不会因为孩子的出现而不爱我了呀？林君衡举手发誓地说，我以自己曾经军人的身份跟你发誓，我林君衡此生只爱你一人，连孩子都不能逾越，不然就让我不得。话说一半，就被宋云淼给封住唇了。他本想浅尝辄止，竟被他给抓回主动权，温柔和缠绵的吻秘密向他袭来，让两人都沉浸在这份美好当中了。回到别墅，江衍臣正在逗猫，唐诗又犹豫许久，才敲了书房门。进。江总，他朝他勾勾手指，唐诗又愣是把话给咽回去，拘谨地坐他对面了。刚才是我偏激了，这给你。江衍臣将一个10万的支票递给他，并为他倒一杯水，才又说，你不用有负担，这是你应得的奖金，至于这份工作，在去海边回来后就自动结束了。江总，那合同里的费用？他紧张地问。他清一下嗓子，才又望向了他。你觉得我是吝啬钱的人吗？我们之间就连一点点的信任都没了吗？当然不会，江总，我先回屋了。明天你想吃什么早饭，我亲自给您做。唐诗又顺势拿好支票，才笑呵呵地说，三明治吧。那我就先出去了。见他微微一笑，唐诗又才长吁一口气地走出书房，望着窗外的细雨，他不经意打一寒战，本以为会被骂一顿，竟反被奖励了。
难不成江衍辰真如喜欢自己了？一想到这里，唐诗佑一张小脸都越发红透了。隔天早上，唐诗佑做好早饭，就见江衍辰匆匆下楼，连正眼都没瞧他一眼，就来一句：“你把行李箱收拾好，我去外面吃饭。”江总，我有做早饭啊。他一脸笑意地说。江衍辰看一眼，吃完记得收拾好，我可不想回来的时候家里苍蝇满天飞。望着他消失的背影，唐诗佑不禁沮丧地嘀咕，他哪里是喜欢，分明就是自己自作多情了。还好没有表露太多心迹，不然就丢脸死了。毕竟是2个层次的人，确实是他草率了。海边的黄金沙滩，唐诗佑正躺在椅子上，悠哉地听着轻音乐，就被宋云淼给扯下耳机，笑呵呵地望着他，突然觉得怪瘆人的。宋小姐，你想说就说呗。宋云淼在他耳边轻声问。唐医生，那晚回家，你跟江衍辰有没有那个？哪个？就是男欢女爱的事。我可是打听到内部消息，你家的江衍辰已经跟家里提解除婚约，我们很快就能双赢了。宋云淼淡笑着说。唐诗佑一脸的蒙圈，这是哪到哪了？他表示根本听不懂，想自己是心理咨询师，然而在这回事上竟然变得木讷了。宋小姐，你说江总喜欢我，不然呢？我不过是说你在喝酒，他就气冲冲地去酒吧捞人，隔天就回家闹着要取消婚礼。你说他这不是中意你，难道是中意我吗？唐医生，你是心理方面的专家，不会遇到自己的感情问题就变得脑子短路了吧？恭喜你嫁入江家这个豪门。我是有怀疑过他喜欢我，但很快就被啪啪打脸了。今早上我做好了早饭，他居然连看都懒得看，就说要去外面吃，就这样的生冷态度，能叫喜欢我吗？唐诗佑举例地反驳了。据说他今早去见江家老爷子了，好像还吵得挺凶，估计还挂彩了，不信你可以拽他下水，不就一清二楚了。宋云淼轻拍一下他的肩膀，才朝着男朋友走过去。而此时江衍辰也一脸淡漠地走来，见状，唐诗佑就起身往海边深处走去，他倒要看看某人的心意到底是个啥。你疯了！江衍辰一路追上他，直到海水淹过他脖子，他才将人拽住了，一双猩红的眼透着怒意。我会游泳，他傻憨憨地解释着。在不熟悉的海域，你真觉得自己能自救？唐诗佑，你只是会一点心理学，不是天下无敌。马上跟我回沙滩，少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说完，他硬是拽着他往回走，唐诗佑却一把撩开了白色衬衣，后背的伤口深浅不一，却无一例外的都粘着血迹。在海水里这么泡着，估计若无极好的定力，早就疼晕过去了。你后背有伤，还来救我？他眼眶微红地问。江衍辰没再吱声，而是低头霸道地吻上粉唇，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用力攥着纤腰的手，似乎想要将他揉进身体里一般，早已经暴露了真情感。唐诗佑，你判断的没错，我是喜欢你。江衍辰用指腹蹭着他微肿的唇，一脸淡漠地说。那你还让我给你遛猫，还嫌我每次都扑你怀里，还让我误以为你去见别的女人。江衍辰，你是故意在欲擒故纵吧？他无辜地摇摇头。让你遛猫，是想让你试着了解我的生活。你每次都往我怀里扑，
我的下场就是洗冷水澡。还有我今早去见爷爷，非去不可，但又不想你担心，所以只能冷着脸出门了。江衍晨一脸委屈地说。然后呢？他在意的是结果。他牵着他的手，从海里走到沙滩上，才深情地说：爷爷教训我一顿，说你根本看不上我，让我别白费功夫，还是乖乖地接受联姻，免得再被打得血肉模糊。可我喜欢你啊！唐诗又话一出口，就忙捂住嘴了。见他一脸得逞的笑意，就知道自己被套路了。再说一遍，我没听真切。他忍不住翻个白眼，才不情愿地说：江衍晨，我也喜欢你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唐诗又觉得喜欢这回事没啥好隐瞒的，就算是主动表白也不丢人，因为唯有爱情不可辜负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走吧！江衍晨拦腰将他抱起，转身就往身后酒店走去，吓得唐诗佑声音都哑了。这大白天的，你想干嘛？我可是个传统的女人。你多想了，我就想带你离开这里，来一场专属于咱俩的旅行。对了，你想去哪里？唐诗佑想了想，一脸坏笑地说：我想带你去见家长，找到这么一个又帅又多金的男朋友，我终于能在爸妈面前扬眉吐气了。莫名接一个私活，竟把他自己给搭上了。不过唐诗佑却心里窃喜，因为他觉得随便挑来的男朋友竟然是最合适的安排。全剧中